我叫林宇，是急诊科的一名实习医生。我有一双特殊的眼睛，能直接看到患者的病因。医生，结果出来了，你帮忙看看，我老婆最近怎么老头晕、恶心想吐 ？HT 数值这么高，激素水平也对得上，大概率是怀孕了。什么？怀孕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她怎么会怀孕？刘志，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不想认账吗？放屁！这位家属，你老婆怀孕是好事啊，你这反应是不是？今天我这老脸也不要了。医生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不行啊。啥玩意儿？确实没生育能力，可话一单上，我靠，这么炸裂，居然背着老子干出这种事儿！出去！今天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，这野种到底是谁的？主任，他怎么了？没事，应该是排队排太久，加上早上没吃饭，低血糖昏迷了。不用担心，把他抬到急诊病床上休息一下，一会儿我给他打一针葡萄糖就好了。呼吸深快，口唇干裂，低血糖昏迷会这样吗？患者昨天晚上喝酒了吗？喝了，我们哥几个昨晚喝了一宿，早上起来他说有点恶心，饭都没吃就来医院了。大量饮酒，昏迷，皮肤干燥，弹性差，胰岛功能衰竭，代谢性酸邹性，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。主任，病人的情况不对，这不是普通的低血糖昏迷。你说什么？不是低血糖？我当了几十年急诊科大夫，还不如你一个刚来的规培生。刘主任，我不会说错。以病人现在的情况观察，不及时抢救会有生命危险。他嘴里有烂苹果味儿，这是酮体的气味。低血糖昏迷不可能有这个味道。你们昨晚喝了一宿的酒，酒本身就是碳水加脱水催化剂，大量饮酒后血糖先飙升再猛降，加上他早上恶心没吃饭，直接诱发酮症脑血阻。主任，必须马上查血糖、补液、上胰岛素，再拖下去会脑束炎。你的推断逻辑没错，但我问你，病人有没有糖尿病史？你怎么知道？胰岛功能衰竭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对啊，医生，我哥们儿平时身体好得很，从来没听说他有糖尿病啊。刘主任，抢救室那边有个心梗病人，等着您过去。行了，别在这儿捣乱了，我很忙，你也做好你的本职工作。把病人抬上来，推去抢救室。林宇，刘主任不是让你……直接血氧糖给我。血糖爆表了，这果然是酮症不想足了，立刻建立双先道静脉通路，生理饮水快速补血。我去开胰岛素。医生，我哥们儿他不会有事吧？幸亏发现的早，再晚1-2个小时，神仙都救不回来。刘主任，那个昏迷的患者怎么样了？血气和生化结果都出来了，还真是你说的，糖尿病酮症属相组。还好救治的及时，人没事就好。人没事就好，你先别高兴太早。林宇，我问你，你是什么身份？你一个实习生，在主任明确诊断后，擅自推翻上级医嘱，越权处置病人，人救回来了，你运气。如果出事了呢？如果病人不是酮症参组，你上胰岛素加重他低血糖休克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你的临床直觉很好，但医生这行光有直觉不够。你这么冲动，暂时还不适合独自接诊病人。分诊台那边人手不够，你先去帮忙吧，引导患者挂号，维持秩序，帮忙推个轮椅什么的。好的，主任，我这是为了你好。医者先修心，再修术。32号去内科3诊室，33号外科2诊室。内科。阿姨，内科在左手边，我扶您过去。主动脉夹层，还是 A 型？这怎么可能？主动脉夹层是胸背部撕裂一样的剧痛，痛到人在地上打滚的那种。他这个样子，怎么可能是主动脉夹层？这破医院空调开的不行，有点闷。忍忍，快到咱们了，我就说你颈椎椎病犯了，开2副止疼药得了，非得来啥医院？他不疼，却在出汗，后背都湿透了。这不是闷热出的汗，这是内脏剧烈疼痛才会的冷汗。左腿屈膝，脚尖点地，不自觉颤抖，这是下肢缺血的表现。主动脉掐缝撕裂到胯动脉了，他的痛觉神经已经受损了。A 型夹层
一旦心包闭撕或者是夹层破裂，这个人连3分钟的抢救时间都没有。你干嘛？大叔，你后背疼不疼？脊梁骨那个位置疼不疼？不疼啊，我就有点闷，头有点晕。那你的左腿呢？左腿有没有发麻？有没有发凉？他这半个年老说左腿使不上劲儿，你怎么知道？大叔，我现在要说的话，您千万别害怕。你的时间可能不多了，需要马上配合治疗。你说什么？医生，你别吓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叔，您听我说，主动脉夹层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您身体里最粗的那根血管——主动脉，它的内棚撕裂了，血液正从裂口冲进您的血管壁里面，一层一层的拆。现在您的血管壁就像一面已经开裂的承重墙，外表或许看不出什么，但内部结构已经撑不住了。一旦这面墙彻底崩塌，随时可能致命。这么严重？您的情况非常危险，但还不是最坏的时候。只要配合治疗，还有很大希望，但必须马上，1分钟也不能耽误。等等，我觉得有点不对。你谁呀你？上来就咒人？我们家老赵就是颈椎病，挂个号开点药的事儿，你跟我说时间不多了。阿姨，我没开玩笑，他患的是主动脉夹层，非常凶险，必须马上停止一切活动，立刻做加强 CT 检查。别跟我装腔式，什么夹层不夹层的，我听都没听过。你是不是看我们是乡下人，好糊弄，故意唬我们？算了算了，人家医生也是好心。什么好心？你傻？人家说啥你信啥？出门在外，给我长个心眼儿。而且人家正儿八经的医生都在诊室里坐着，就他穿个白大褂在走廊里晃悠，连个工牌都没有。我说小伙子，你该不会是穿个白大褂专门在医院里骗人吧？怎么回事？都围在这儿干什么？林宇，我不是让你在导镜台引导患者吗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你这医院的领导吧，来得正好。这小子拦着我们不让走，说我老公血管马上炸了，要死人，可把我们吓坏了。领导，这小子到底是不是你们医院的医生？是不是骗子？大婶儿，他确实是咱医院的在岗实习医生，这点您放心。您先别急，我核实一下情况。林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。我刚才路过这道后承区时，他胸闷、头晕、发冷汗，左腿屈膝点地，足背动脉搏动明显减弱，这是典型的无痛性主动脉夹层体征。胸恨、发冷汗是夹层向上逆行撕裂，已经漏及到了心包和冠状带脉开口。左腿的麻木发凉，说明内膜撕裂已经向下扩展到胯动脉，造成了下肢灌注不良。他现在看似稳定，那是机体代偿的最后窗口期，一旦失去代偿，就救不回来了。他一个实习医生说话能信吗？大婶儿，您先别激动，他说的这个病确实凶险，死亡率90%以上，不怕1万就怕万一。老哥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亲自安排走绿色通道，先做一个主动脉 CTA 排除一下，如果没事儿，我全院通报批评他，但如果情况属实，必须抓紧治疗。医生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确诊了，主动脉夹层斯坦福类 A 型。您看这里，主动脉的内膜已经撕开了，血液冲进血管壁里面，形成了一个假胸，血管随时可能被惊破。真的是要命的病，怎么会这样？麻烦我再问一下，要治这病得花多少钱？急诊手术加上血管支架植入，术后 ICU 监护、抗干粒、康复治疗，整个下来预计费用在15万左右。老婆子，走，咱们回家。老哥，你们这是不治了，花了钱，人也未必救得回来，还拖累了老婆和孩子。老哥，这个请你相信我们，以我们医院的医资力量，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在90%以上。医生，不是我们不想治，是根本治不起啊！像我们这样的家庭，一场大病就把一辈子都毁了。老赵是农民工，我给人做保洁，1个月加几千块钱，孩子还在上大学，我们拿不出那么多钱。现在国家有大病医疗专项救助，针对这种极危重症，可以申请最高规格的补助，能报销相当大一部分。就算报了，剩下的我们也拿不出来。为了供孩子上大学，家里早就借了一屁股债。这样吧，大叔，医保报销一部分，大病救助补助一部分，剩下的钱我先帮你垫上，先把病治了。这怎么行？林医生，这使不得，我们非亲非故的，怎么能让你掏钱？大叔，没关系，钱没了可以再赚。
人要是没了，可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快起来，不必这样，治病要紧，我这就去安排手术。血管外科吗？急诊手术，主动脉夹层 A 型，准备接病人。每接诊一个病人，我的医疗经验就会根据病症对应的科室自动上涨。这次是血管外科。主任，手术怎么样？手术很成功，血管支架入顺利，夹腔已经开始缩小，老赵已经脱离生命危险，现在在 ICU 观察。那就好。林宇，我问你，当时你是怎么想的？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病人垫付医药费？如果是不治之症，我爱莫能助。既然有一线生机，我就不能眼睁睁看着病人死在我面前。看来之前是我误解你了，小林，你是个可塑之才，明天你恢复接诊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主任。对了，明天刚好有一个疑难病例研讨会，你要不要参加？最近收了一个病人，情况非常复杂，我们好几个科室的专家会诊了好几次，都没找到医治的突破口。你也跟着去听听，没指望你能提出什么意见，但这确实是个机会，能学到不少东西。可以啊，主任。那我能不能先去看看那个病人？行，跟我来。病人陈永昌，52岁，建筑工程师。7天前在工地巡查时突然晕倒，送到我院已深度昏迷，生命体征稳定，但始终没有恢复意识。我们做了全套检查，头颅 CT、磁共振、脑血管造下、脑电图，颅内没有出血，没有肿瘤，没有明显的血管病变。脑检图显示大脑皮层活动明显抑制，但就找不到原因。神经依靠、神经外科、心经科、内分泌科、毒两科都参与了会诊，该排除的全部排除了，现在只能做支持治疗，维持生命体征。MES 综合征，这种病他只在教科书上看过，发病率不足10万分之一。MES 综合征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人体细胞里的发电出线体体出了故障。线粒体是人体每个细胞的能量工厂，负责把食物转化成细胞能用的能量 ATP。当线粒体大面积罢工，全身最耗能的器官大脑就会第一个撑不住，神经元断电，意识消失，人就陷入了深度昏迷。等等，这不是主因，苯乙酸负动酶复合体还被抑制了。这个病人在昏迷之前有没有特殊的表现？比如听力下降、反复头痛、运动不耐受？他家属说，最近半年确实老抱怨头痛，听力也下降了，以为是在工地上被机器吵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他昏迷当天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？发烧、感冒，吃什么药？没有。不过他家属提了一句，说工地那天正好在喷一种新型防锈漆，味道很大。他巡查的时候闻了一整天，不过应该没什么关系吧？其他工人也闻了，都没事。防锈漆，那也就是有机无极。主任，这个病例的详细资料能不能给我一份？我想回去再看看。怎么，你对这个病例有兴趣？有点想法，但还不成熟。好，回头让人把资料发给你。不过别太钻牛角尖，这个病例很多专家都束手无策。MELS 患者最怕代谢自激，感染、劳累、饥饿，某些药物都可能导致代谢微涨，但诱顶极伪呢？二甲匀，正常人的代谢功能正常，吸进去也能分解排出，不会出大问题。但 MLS 患者的线粒体本身就有缺陷，他们的线粒体呼吸链本就在勉强运转，像一台老旧的发电机。二甲乙一进去，直接把仅剩的复合一也干掉了。二次打击 ，ATP 合成彻底崩溃，大脑全面断电。没错，不是单纯的基因问题，就是基因缺陷加上环境诱因共同触发的代谢微镜。但应该怎么治呢？基因缺陷无法逆转，二甲醇已经吸收入血。找到解决的办法了。综合所有检查结果，我仍然坚持之前的判断。病人虽找不到明确的颅内病灶，但脑电库提示广泛性皮质抑制，应考虑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可能。建议启动激素冲击治疗。激素冲击是目前最合理的经验性治疗方案。如果再拖下去，恐怕会出现不可逆的脑损伤。孙主任，我有个问题，你是哪个科室的医生？之前怎么没见过你？哦，这位是我们急诊科新来的实习生林宇，今天是我让他来旁听学习的。林宇，怎么了？你是有什么想法吗？孙主任，我理解您从免疫角度出发的诊疗思路，但我必须指出，如果按照这个方案给病人上大剂量激素，他很可能会出现前多器官衰竭，直接死亡。
林医生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自身免疫性脑炎，一线治疗就激素冲击，你说会致死，依据是什么？乳酸和苯乙酸的比值超过了20:1，这个比值不是免疫反应能解释的代谢异常。血乳酸升高确实不寻常，但仅凭这个可见于多种代谢性疾病，你怎么确定病因？我调阅了病人家属的陈述记录，病人近半年来有进行性听力下降、反复发性头痛、运动耐量明显下降，这些全是线粒体极疾病的典型前驱症状。最关键一点，病人昏迷当天在工地上长时间接触了一种新型防锈漆，我查了成表，里面含有高浓度2甲胺。2加对心力、心体、呼吸链复合合一有直接抑制作用。等等，你是说一个有微幼柱中毒导致了持续7天的深度昏迷？这个推断未免太牵强了。我知道寻常人有微抑菌中毒很少会导致深度昏迷不醒，但他不是一个正常人，他是一个从未被确诊过的 MLS 综合征患者。MLS 线粒体脑疾病，这种病发病率不到1/10,000，而且绝大多数在儿童期就已经发病了。你说一个52岁的成年人患有未被诊断的 MLS？因为之前没人往这个方向想过，他的所有淋睾腺全部符合 MLS 的病程特征，我还做了基因检测。林医生，就算你的推测全部成立，腺体体经 T 批变是不可逆的。按你说的，病因找到了，你能拿出治疗方案吗？我有。我的方案是通过静脉输入苯菌酸静脉制剂，绕过被阻断的苯菌酸负动酶复合核，直接为3氨酸烷循环提供子己，恢复神经元的能量供应。林医生，你这个方案在国内有临床验证记录吗？不错，没有可靠的临床验证数据，只把实验性疗法用在危重病人身上，万一出了问题，谁来负责？孙主任，这是我整理的国外已有的临床验证记录，我有把握。我觉得可以让小林试试。老刘，你认真的？病人已经昏迷7天，常规治疗手段我们都试过了，没任何效果。再拖下去，不是脑死亡就是多器官衰竭。而小林的分析在代谢层面上逻辑通的，你能确定你的推断？我确定，并且愿意为此负全部责任。各位，我建议通知病人家属，获得同意后，按照小林的思路，取血样检查乳酸和苯丙酸，同时联系药房协调制剂。如果出了问题，全部责任由我和林宇共同承担。注射上了苯丙酸制之后，数据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就算血苯丙酸浓度升上去了，脑细胞能不能有效利用还是另一回事。承认吧，林医生，静脉苯丙酸在国外也只是零星案例，远谈不上成熟方案。血浓度达到治疗水平时间，请再等几分钟。林医生，最后劝你一句，医学靠的不是自信，好自为之吧。等等，有变化了，病人的体正在恢复。陈永昌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能的话，眨一下眼睛。瞳孔对光反射灵敏，双侧等大，定向力正常，生命体征平稳。主任，您看，见反射对称引出，病理征阴性。从目前的神经系统厂长来看，没有明显的局底性神经功能缺损。后续分3步，急性期酮脂再用2天巩固。亚质时期上中链脂优3支生酮饮食，从静脉转肠内，长期服镁 Q10加左卡尼婷，定期复查脑乳酸。孙主任说的对，这次代谢危机虽然控制住了，但长期管理才是关键。我马上联系神经外科、内源泌科和营养科，组织联合提防，把方案细化成正式的诊疗计划。抱歉，李医生，刚才在会议室是我先入为主了。孙主任，您言重了。我只是碰巧看过相关文献，认准了酮体铺路这个方向，但诊断方向和具体执行是2码事儿，后续还要靠您。了不起，后生可畏啊！回头把你看的那几篇文献发给我，我也好好研究研究。好了，今天这个病例，你们俩缺了谁都不行。小林找到了病因，你拿出了系统的治疗方案，这才是会诊该有的样子。小林，这次你的诊断是关键转折点，我会如实整理病例，联系上面给你正式记一功。经验加了800，果然，越疑难的病例长得越多。临床推理能力提升到主治医师级别了，如果能继续积累经验，接下来还会解锁什么？林医生，急诊来了个新病人，情况有点急，正在呕血。呕血，马上来。
病人现在大概什么情况？先跟我说说。那个病人刚送过来的时候，只是牙龈出血，一直止不住，后来发展成呕血了。现在陈医生一个人在里面。陈一鸣，和我同批来实习的那位，他不是在跟刘主任查房吗？刘主任被临时叫到市里开会了，病人是刚送来的，分诊台分给了陈医生，结果血越出越多，他急得汗都下来了。马大爷，您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我给您压住。医生，怎么越来越多了呀？刚才来的时候还没这么厉害的。我正在处理，您别急。小刘，再拿一卷纱布来。心率120，血压90/6，已经出现早期休克之症。林宇，你怎么来了？一鸣，稳住别慌，我来看看。结膜苍白，明显贫血毛，指甲按压后回血时间末梢循环灌注差，失血量已经不小了。大伯，您平时是不是在吃抗能类的药物？对，他有风湿性心脏病，一直吃那个华瓦明，吃了好几年了。那这次牙龈出血最开始是怎么引起的？前天他在厕所滑了一跤，下巴磕到洗手台边上，摔倒磕碰。一鸣，胸部和腹部 CT 平扫做了吗？做了，胸腹部 CT 都没问题，没有气胸，也没有腹腔积液。 CT 也没问题，那就排除了肺部和腹腔内出血的可能。那患者为什么会出现呕血症状？又开始呕血了！爸爸，你怎么了？医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又出血了，快压住！你先别动，让我看看。这里疼吗？这里呢？都不疼，就是恶心想吐，嗓子眼发腥。上腹部无压痛，腹肌不紧张，整个腹部都是软的，胃本身没有出血状。大伯，您把嘴张开，我看看您的牙龈。咱家老头子到底是怎么了？大娘，您先别紧张，就目前观察来看，呕血的问题不算致命。什么意思啊？吐这么多血还问题不大？如果是胃里面正在出血，血液在胃酸的作用下会变成咖啡色或黑褐色，而大爷呕出的血是暗红色，与肾血一致。对啊，我怎么把这个忽略了？这说明血不是胃本身出的。我刚才看了他的口腔，牙龈裂口一直在渗血，顺着舌根往喉咙里流，虽吐出来一部分，但大部分被他不自觉咽进了胃里。积血过多会刺激胃黏膜，引发呕吐。原来是这样，可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他胃烂了呢。主因虽然不在这儿，马大爷的凝血问题也不容小数。汇报刘主任，病人马国强初步诊断为华运过量致凝血功能障碍，牙龈持续渗血合并呕血，建议输新鲜冰冻血浆，衬制维生素 K1，急查凝血和血常规，交叉补血2单位悬浮红细胞备用。林医生，刘主任批准了方案。药效一上来，血就能止住了。您闭眼休息，别紧张。护士，这个病人你得盯紧了，后面几天 INAR 只用台监测。别愣着了，跟我去等化验结果。凝血全糖结果一出来，治疗方案还得再调整。林宇。那个，你刚才是怎么一眼就看出是华瓦林的问题？病人是风湿性心脏病面容，胳部潮红，鬼唇发育，这类患者患暴术后需要终生服用华瓦林抗抑。对呀，这些都是考试反复考的东西，都怪我。我刚才完全慌了，看他吐血，我脑子里全是止血，结果越止越出，一紧张啥都忘了。一鸣，作为医生，病人把命交到你身上，你越慌，他们越危险。以后一定要记住，不管遇到什么突发情况，先稳住自己，按查体步骤一步步来，别跳，别乱。林宇，谢谢你，今天要不是你在，这个病人可能真就让我耽误了。同为实习生，我跟你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
好了，快去吧，你去等化验结果，我回去帮你整理这次的病历。是。林医生，血管外科3号床的病人点名急着要见你。血管外科是之前主动脉夹层的那位病人。林医生，你可算来了。林医生，我们明天就要出院了，临走前说什么也得当面再谢你一次。明天就出院？这么快？在这多待1天就多花1天钱，我这心里不踏实，早出院早安心。那你的主治大夫怎么说？现在的情况符合出院标准吗？医生说可以出院，支架位置稳定，血压也控制住了，回去按时吃药就行。那就好。回去之后还是要注意身体，不能太劳累，一定要定期来复查。林医生，多亏了你，让咱家老赵捡回了一条命，你是咱家的救命恩人。你放心，出院之后钱我们一定尽快还上，1分都不会少。王姐，钱的事儿不急，让大叔养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儿子还有1年就毕业了吧？等儿子工作了，日子就好过了。感染性心悸幕炎，这种病是心脏内膜面的微生物感染，重度患者归心外科管，病情稳定后转心内科。血管外科做的是大血管手术，跟心内膜症八竿子挨不着。这孩子怎么会在这儿的病房？糟了，如果二尖瓣上有对生物，血压一冲，随时可能脱落，堵到脑子里就是脑损散，堵到脾脏就是脾拱死。这孩子现在看起来活蹦乱跳，但血管里埋着一颗定时炸弹。咔咔咔，变身！妈妈，我胸口又闷了。乐乐乖，不玩了不玩了，快靠着妈妈歇一歇。小朋友叫乐乐是吧？你经常这样闷吗？也不是经常，就是偶尔玩兴奋了会这样，歇一会儿自己就好了。劳力性胸闷易顺性，休息后自行缓解，这是二尖瓣癌的典型表现。指甲下现象出血，赘鳞物碎片已经脱落过，堵过末梢小血管。这么重的心内膜感染，怎么会被分到血管外科治疗？难道是被误诊吗？乐乐的主治医生是谁？乐乐量体温啦，来啦，就是这位许医生。你是？急诊科林宇。你就是林宇。你好，我叫许婷婷，血管外科的住院医。这2天院里都在传你，说你特别厉害。过奖了，许医生。时间紧迫，乐乐的情况我需要了解一下。这孩子当初是因为什么收到血管外科的？等等，这儿有个东西。二尖瓣前叶巨生物，大小约6×4毫米，瓣叶闭合时可见少量反球信号，瓣叶结构有轻微断裂，考虑穿孔。跟你说的完全符合。许医生，马上联系心外科和感染科会诊。赘生物还在瓣膜上，这是最好的手术时机。再拖下去，一旦脱落或者穿孔扩大，就不是一个简单手术能解决的。诊断没有问题，二尖瓣前叶赘生物合瓣穿孔，感染性心内膜炎明确。目前赘生物大小还在可控范围，没有脱落迹象，但穿孔已经导致了中度二尖瓣反流，需要急诊手术。手术方案是二尖瓣成型术，尽量保留乐乐自身的瓣膜，同时清除所有感染洞。术后需要4周以上的敏感抗生素治疗。那手术风险大不大？任何心脏手术都有风险，但乐乐的年龄和身体条件都很好，手术成功率很高。关键是及时处理，如果再晚几天，赘生物跳落或者穿孔扩大，手术难度和风险都会翻倍。做，我们做，医生拜托了，求你一定要救救乐乐。叔叔，我是不是要打针了？对，打一针睡一觉，起来就好了。到时候你就能像以前一样跑跑跳跳，胸口不会再闷了。谢谢叔叔。林医生，乐乐的手术非常成功，二尖瓣成型顺利，赘生物完整清除，术后心功能恢复得很好。张主任过奖了，手术是您做的，我只是术前发现了问题。
术前诊断和术中处理同样重要。要不是你拦住许医生，乐乐就按川崎病出院了。那个坠生虎再拖几天，脱落就是脑梗塞。小林，你实习期本来是3个月，但以你这段时间的表小现，我提交了提前转正的申请，已经批下来了。提前转正？转正审批表今天刚下来的，从明天起，你就是我院正式的医师了。谢谢主任，谢谢张主任。选科室的事儿也该提上日程了。心外科、血液外围、神经病室、内面科，你这段时间接触过的科室，你打算留在哪儿？跟我走吧，我们心外科欢迎你。想都别想，还是听小林自己的意见。谢谢张主任抬爱，但我还是想留在急诊科。为什么？以你的诊断能力，去专科可以钻得更深。我这段时间确实接触了很多科室，但每次发现问题都是在病人刚进医院的那个节点——急诊科。急诊是医院的第一道门，我想守在这道门上。实习医所有医嘱都要上级签字，正式住院医在授权范围内可以独立下达诊疗指令，独立接诊，独立值夜班，独立参与抢救决策。你前期表现突出，我会给你开放手术权限。既然如此，林宇，我考考你，你知道实习医生和住院医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主任，我认为是责任。权限大了，责任也大了，你要独自为你接手病人负责，他们的生命健康就等同于你的。你们医院大夫都哪儿去了？还想不想干了？没看到正在流血吗？快来人啊！妈，别喊了，我没事儿，就是手和腿擦破了皮。怎么弄的？骑车摔的，下坡的时候刹车失灵，人飞出去了。问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赶紧给我儿子包扎呀！没看见他在流血吗？大娘您别急，我们这就帮他处理伤口。脾脏瓣膜下血肿，他是左侧摔伤，脾脏受撞击后实质已经裂了，但瓣膜还兜着，血肿局限在里面，这种迟发性破裂最危险。伤后几小时内病人完全没感觉，一旦瓣膜撑破，腹腔大出血，几分钟人就没了。伤口处理的怎么样了？伤口已经处理好了，都是表皮擦伤，问题不大。但是我觉得还有点其他问题。怎么说？他是左侧身体着地摔的，刚才情况我注意到，他左侧第9十肋骨位置有轻微叩击痛，左肩部也有牵扯痛，结合他是左侧摔伤，高度怀疑脾脏受损。有反应，马上安排腹部 CT 平早加加强，急查血样怪，通知家属。主任，片子出来了，我推断无误，脾脏瓣膜下血肿，血肿直径约4厘米，瓣膜完整，但张力很高，随时可能破裂。诊断成立，马上通知家属准备急诊手术。这次你来做医助，我在旁边主烧，但清创和缝合的关键步骤你来操。什么？还要做手术？不就是骑车蹭破了点皮吗？又是拍片子，又是乱七八糟的，现在还跟我说要做手术？大娘，您儿子现在脾脏的血肿还被一层瓣膜兜着，手术不算大，一旦破裂就麻烦了。别给我扯这些，你们这群医生就是想着法子赚我们钱。波动微弱，但还有典型的内出血休克前兆。快进手术室！缝合完毕，松开脾动脉阻断线，血供恢复，创面干燥，保皮成功。冲洗腹期，逐层灌腹。主任，手术完成了，很好，每一步都规范到位，术引干净，推到复苏室观察2小时，稳定了就转 ICU。多久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我儿子到底怎么样了？都什么大夫，连个动静没有？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他怎么还在昏迷？你们不是说只是小手术吗？这到底什么情况？别担心，大娘，手术很成功，现在昏迷是麻醉还没过，先送去 ICU 观察，麻醉过了就会醒。小林，这么晚了还在工作？谢谢。今晚我值班，顺便盯着徐斌的术后监测数据。6号床的徐斌现在怎么样了？傍晚去查过房了，已经醒了，意识清楚，生命体征平稳，皮窝引流液不多，颜色正常。小林，你今天的手术做得很好，切口设计合理，术中出血控制精准，缝合扎实，流程清晰。我见过的新人里，你是最稳的一个。谢谢主任，不过你也别太夸我了，今天没有您在对面配合，我的心态也不会这么稳。好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，你也注意身体。
快去看看吧。6号床许斌突然病情恶化，他母亲正在闹呢。什么？来人啊，都来看看！这医院的大夫要把我儿子治死了！就是你，上午就是你说手术很成功，现在我儿子又昏过去了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你要把我儿子害死了，我要投诉你！大娘别激动，我先去看看患者的情况。如果真是我的失误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。这位家属，您儿子的病情变化原因现在还不清楚，请您先在外面等候，让医生进去处理。如果是我们的问题，医院有完整的医疗投诉和认定流程，绝不推卸责任。青岛综合征，这是胃大粪切除术后常见的并发症，但徐斌做的是脾脏手术，胃肠道没有动过，怎么会出现青岛综合征？高渗性食物快速进入小肠，导致大量体液从血管内转移至肠腔，引发低血容量性休克。怎么样？生命体征不稳定，但排除了腹腔内在出血和误吸。我推断是术后过早全食导致的急性胃肠功能紊乱，合并低血容量性休克。脾脏手术虽然没动胃肠道，但全麻和手术应激会导致胃肠蠕动减弱。过早真食高渗食物确实会诱发严重反应。立即补液扩容，监测电解质。快速输入平衡液1000毫升，击杀电解质和血糖，持续监测血压和心率，每15分钟记录一次。都别拦着我！谁知道他们在里面耍什么手段？你们今天必须给我个解释！先冷静。术后我叮嘱过你，24小时不能进食喝水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没听？你先冷静。术后我叮嘱过你，24小时内不能进食真水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没听？我没有，你说不让吃东西，我就没给他吃。门口有监控，护士站也有探视记录。这碗粥谁送进来的？这碗粥是什么时候送进来的？调一下监控就清楚了。大娘，你要我现在去调吗？我怎么知道吃点东西会变成这样？我是他妈，我怎么可能害他？大娘，你儿子的肠胃在麻醉和手后后还没恢复蠕动，这时候喂东西，肠道受不了，肺液大量流失到肠腔里，血压就会崩掉。你这就是好心办坏事！我不管，我就给他喝了8碗粥，能有多大问题？如果我儿子没醒过来，就是你们害了他，我要告你们！醒了，病人醒了。瞳孔对光反射灵敏，心率回落。血压115/75，血氧98，生命体征恢复正常。你没事了。儿子，你怎么样？你可吓死妈了！大娘，来医院治病，遵循医嘱是最基本的。这次是发现的及时啊，我没事，就还好。如果拖得再久一点，低血容量性消克加重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一定负责。但因为没遵循医嘱出了差错，这个责任我们可负不了。好自为之吧。小林，刚才被吓到了吧？不瞒您说，主任，刚才那种情况确实有点紧张了。我以为我第一次主销就出了什么差错。记住，作为一名医生，不仅需要严谨，还需要自信。你下了正确的诊断，做了正确的手术，给了正确的医嘱，剩下的是相信自己的判断。我们急诊科每天会接触到各种样的病人和家属，不管他们说什么做什么，都不能影响我们的判断。更不要因为病人和家属的态度就给他们戴上有色眼镜，这一点你做得不错。主任，我记住了。
这只是个开始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早点休息。又升级了，这次的经验比之前长得更多。病人孙德发，73岁，意识模糊，呕吐，血压偏低。家属说昨天晚上开始拉肚子，今天早上叫不醒了。陈医生正在接诊。林宇，这个病人有点棘手，腹泻加意识模糊，我怀疑是急性肠胃炎合并脱水，但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各项化验数据出来了吗？血浆白细胞和中性类细胞都偏高，电解质紊乱，吸干轻度升高，确实像急性肠胃炎合并脱水和肾前性肾功能损伤。但我已经补了1000毫升平衡液，血压还是在往下掉。大娘，大爷平时是不是有吃剩饭剩菜菜的习惯？是啊是啊，这老头子一辈子节俭，剩菜剩饭从来都舍不得扔，说了多少次都不听。产气隔膜梭菌，剩菜剩饭里最容易滋生，吃进去在肠道里繁殖，释放外毒素，症状和普通肠胃炎一模一样，但它会破坏毛细血管，血浆大量泄漏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补了1000毫升平衡液，血压纹丝不动。一鸣，你说的急性肠胃炎合并脱水方向没错，但这个病人不是普通细菌感染，是产气隔膜纲菌食物中毒。你仔细闻一下，他呕出来的东西有股特殊的酸臭味。确实有股怪味，这是梭菌分解蛋白质产生的硫化氢和甲酸醇，而且现在介肝已经轻度升高，说明肾脏开始受损了。立即输入晶体液加胶体液，比例3:1，急查动气血气分析和血乳酸，上广蚌抗生素覆盖夜用着。另外，联系 ICU 备床，这个病人需要重症监护，把呕吐物送检，做样菌培养，确定菌种后调整敏感抗生素。晶体液和胶体液已经在输了，抗生素我选了头孢西宁，覆盖咽用处。头孢西宁选的对，产气隔膜灼菌对青霉素和头孢类都敏感，但重症感染要足量，再加一个莫硝素联合用药，双保险。医生，老头子他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大娘，您放心，只要补液和抗生素跟上，把血压稳住，毒素代谢掉后就能恢复。发现的还算及时，肾脏受损也不严重，以后剩菜剩饭千万别再吃了，省那几块钱，搭上的是命。林宇，你过来一下。主任，怎么了？急诊刚收了个病人，情况有点复杂，需要你和神仙内科协作。神仙内科？什么情况？45岁男性，建筑工人，在工地上突然倒地，四肢抽搐，意识丧失。送来的时候抽搐还在持续，我们推了安定，抽搐控制住了，但意识现在都没恢复。正好人到了。刘主任，病人资料我看了，安定推了10毫克 ，GCS 还在8分，意识一直没恢复，这个反应不对。小林，给你介绍一下你的新搭档，这位是沈清月，刚从协和肾腔内科调过来的，咱们院重点引进的人才。小沈，这是林宇，我们急诊科刚转正的住院医师，诊断上很有想法。你好，病人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吗？我还没看到，刚知道这个病例。行了，资料在路上看，这个病例归你们2个了。急诊负责生命支持和整体管理，神内负责神经系统定位和病因筛查。明白。抓紧时间。小周，刚送来的那个急诊患者各项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带了，我这就拿给你。林医生，你的新搭档竟然是沈清月。怎么，你认识？那当然，我在网上看过他的报道，协和8年制博士，年纪轻轻发过3篇 SOI， 有1篇病例研究被中华神经科杂志选进年度优秀病例，来咱们院第1周就独立管床，孙主任亲自点名让他参加多学科疑难会诊。听说他调过来之前，协和那边根本不想放人，是院里花了大力气才争取过来的。这么优秀，那我可要多跟他学习学习。不过林医生，我听说沈医生很高冷，话少，要求严，不太好打交道。之前神内有个医生跟他搭班，被他指出了很多问题，当场数落哭了。走吧，时间紧迫，先看病人。瞳孔等字，对光反射存在，疼痛刺激有肢体回缩，无发声，无睁眼 ，GCS 9分，意识障碍定位在大脑半区。建议立即做头颅磁共振平招加强，排除颅内胀北或血管型不便。
血常规、肝激素电解质都还没出来。刚出来，血小板12000，血红蛋白7.8，总胆红碎，轻度升高。这个病人没有发热和肾功能异常，5联征不全。先做头颅磁共振，排除颅内器质性病变。大脑中动脉分支已经被微血栓堵住了，这才是抽搐和意识障碍的真正原因。不是原发性颅内病变，是 TTP 导致的脑血管微血栓。沈医生，你看看他右手指尖，指尖瘀点和拱偶黄染，你想说 TPP？ 5联征全部出现的时候已经到晚期了。早期 TPP 往往只有血小板减少和微输管并行溶血这2个线索，发热和性功能异常是继发的。我建议稽查外围血液片 LDM 结合副蛋白，同时联系输血科备血浆。按正常诊疗流程，意识障碍和苯并血小板减少，再排除颅内器质性障碍，磁症优先。你让我跳过磁症，先查溶血3项备血浆，可以把你的推断说清楚。如果你的逻辑链不完善，抱歉，你没有资格让我为你的直觉压住。第一，血小板12000，正常人最低值是10万，他连最低值的1/8都不到，急性意识障碍加谈重度血小板减少。排在第1位的鉴别诊达永远是 TP， 不是颅内张力。第二，根岛黄染加上指尖瘀点，这是微血管并行溶血的外周表现。红细胞被微血管撕碎，胆红素释放，末梢毛细血管被碎片堵塞。第三，这个病人赵大勇是建筑工人，常年接触油漆、稀释剂和防土铝处，这些有腈我剂是 TTP 的已知诱因之一，尤其是长期低剂量接触，对 ADMTS13酶的活性有慢性抑制作用。发热和肾功异常是后期表现，不是诊断的必要条件。等5联征凑齐了再启动血清正先，成功率从90%掉到60%。有时候我们抢的不是诊断的完整性，是治疗的时间窗。逻辑链完整，诱因、体征、实验室指标并成阶段，每一条都扣得上。可以按你说的办，外折血化片 LDA 结合足蛋白急查，通知输血科备新鲜冰冻血浆2单位，如果溶血3样阳性，立即启动血浆置换。小周，急查外围血活片 LDD1 结合素蛋白加急，通知输血科备新鲜冰冻血浆2单位，准备血浆置换管路。林医生，你是我来这个医院之后第一个让我改变自己判断的人。抱歉，我收回刚才的态度。我听孙主任他们提起过你，今日一见，你比我想象的更有才能。合作愉快。林医生、沈医生，结果出来了，外轴血脱片大量破碎红细胞，占红细胞总数8%，LDM 1200，正常值上限的200，结合足蛋白低于检测下限。溶血3项全部阳性，破碎后细胞8%，LDM 是1200，结合足蛋白测不到，微果广并行溶血确认 ，TPP 诊断成立。按你推断的方向走。通知输血科送新鲜冰冻血浆，准备血浆置换管路，建立中心静脉通路，选右侧颈内静脉。GCS 从9分升到11分，能自主睁眼，对呼唤有反应。生命体征趋于平稳，现在就等置换结束，复查血常规，看血小板回升幅度了。林医生，第2轮转换前复查的血常规出来了，血小板不但没升，反而从5万掉到了8万，血图片里又出现了大量破碎红细胞 ，LDM 不降反升。看来问题没那么简单，比预想的更加棘手。置换后血小板不升反降，破碎红细胞持续出现，红细胞持续出现 ，LDM 继续走高，血浆置换没有起到预期效果。右侧瞳孔对光反射迟缓，右侧肢体肌力从4级掉到2级，巴氏症重新阳性。大脑中动脉供血区缺血在扩大，微血段没有被控制住。又有变化了，不是普通的 TVP。这么说，他体内产生了针对 ADMTS13酶的自身抗体，单纯血浆智慧补充的酶被抗体迅速中和，补多少抗体就吃掉多少。沈医生，这个病人恐怕不是普通的先天性 TVP， 是获得性自身免疫性 TVP。没错，他体内产生了 AMTS13酶的自身抗体，血浆置换补充进去的酶被抗体迅速中和，所以血小板不升反降。单靠置换不够，必须加免疫抑制力。大剂量甲不树新冲击，抑制自身抗体产生。如果激素无效，联合利瑞卢活酮，直接清除产生抗体的 B 细胞。甲洛明损1克，加入100毫升生理盐水，30分钟滴注。右侧瞳孔散大，对光反射直换，脑箱前照，颅内压急剧升高，大脑中动脉供血区水肿压迫脑干。马劳芬250毫升快速静替，通知 ICU 备床，准备气管插管和机械突气。血压升了一点，但瞳孔没有缩回去。
如果马劳东压不住，必须马上气管插块，急诊去骨包减皱。我给他老婆打电话了，他在路上。医生，我兄弟还有救吗？还有救吗？甲状腺冲击已经开始，但免疫抑制起效需要时间。现在最大的威胁不是 TVT 本身，是颅内压升高导致的脑灌。马罗魂争取的是甲状腺起效的这20分钟。如果这20分钟内颅内压控制不住，一切前功尽弃。接下来这20分钟，决定他是活还是永远醒不过来。瞳孔散大没有恢复，脑干渗压还在加重，马罗红压不住，必须马上气管插块，急诊去骨毛检错。先别急，再等等。现在已经过去15分钟了，再拖下去，一旦双侧瞳孔散大固定，去骨瓣都来不及。你那么确定假毛贤伦会在这几分钟内起效？起效信号先看心率回落，再看血压回升。心率降下来了，瞳孔对光反射回来了，微弱但回来了。贾某尼森开始起效。免疫反应在减弱，抗体攻击在减缓。右侧瞳孔缩小至3毫米，双侧等大，对光反射恢复。脑旋在逆转，甲膜米孙冲击起效，满劳臀争取的时间窗口刚好赶上了免疫抑制的药效节点。第2轮血浆置换准备，置换量维持原方案，3天后评估是否加用利维验体导，转 ICU， 持续颅内压监测。医生，我兄弟他怎么样了？别担心，人现在虽然还在昏迷，但整体情况已经开始好转，后续问题不大。接下来转 ICU 继续观察。谢谢大夫。刚才那20分钟，我脑中有2个判断一直在打架，一个说去骨板减压，一个说再等等。如果我选了去骨瓣，住院周期至少延长3周。你是怎么判断出免疫抑制会这么快起效？置换后血小板不升反降，说明补进去的酶被抗体大量中和，抗体低度很高。甲螺沈锌直接抑制产生抗体的浆细胞，抗体基数越大，初期降幅越明显。所以不是药起效快，是抗体被打下来之后的变化最明显。林医生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你是一个好搭档。刚看了 ICU 的交接记录 ，TTP 合并脑环前兆，血浆日换加甲罗马温冲击，瞳孔散大都拉回来了。你们2个做得不错。诊断方向是林医生定的，我从颅内病变排查，他凭血小板减少、指尖瘀点和公盐黄量锁定 TPP。置换后病情反复，也是他判断是获得性免疫性 TVP， 家用甲维松才稳住的。说实话，我第1天跟他搭班的时候，对他还有些质疑，但现在我全部收回。林宇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。小沈，能从你嘴里听到夸人的话，可不容易。值得夸的人，我不会吝啬。刘主任，这个病例我会写成跨科协作的复盘笔记，如果能发表，第1作者属林医生。沈医生，这个病例的神经系统管理和脑肿抢救都是你主导的，第1作者应该。TTP 的诊断方向是你定的，转折点的治疗决策也是你做的，就这么定了。行了，署名的事儿你们自己协调。小沈，神内孙主任刚才来找过你，说有个会诊病例等着你回去看。那我先回神内了。林医生，这次合作很顺利，下次希望还能和你搭档。随时可以。医疗经验加1200，触发科室神经内科、血液科跨科协作，诊断病种，获得新自身免疫性 TTP 合并脑疝前兆。临床体征感知强化，这次竟然获得了新的能力。这个能力很实用，以后查底的时候能更精准的做初步判断。医生，我腰疼的厉害，能不能给开点止疼药？先别急，跟我说说什么时候开始疼的？前天在仓库搬货，弯腰搬箱子的时候突然疼了一下，以为是闪了腰，买了膏药贴了2天，结果越来越疼。昨晚疼得1宿没睡着。
疼吗？腰部肌肉紧张，但没有固定压痛点。您先侧躺到床上去，按我说的把腿抬高，大概70度。直腿抬高依旧没有疼痛，不是腰椎间盘突出。这种弥漫性的腰痛和局部始终不服，不像单纯的腰肌劳损或腰椎间盘问题。果然没那么简单，腹柱动脉糜、后壁渗漏，血液正渗入腹膜后间隙，随时可能全层破裂。末梢循环偏凉，腹部皮肤温度不均，流体内的腹壁血栓在脱落，微小栓疏堵住了末梢动脉，这个动脉瘤已经不稳定了。可以感知到搏动范围扩大，扩张性搏动，典型的腹主动脉瘤症状，直径至少5厘米以上。周师傅，你除了腰疼，有没有感觉肚子也疼，或者后背有一种往前推着疼的感觉？有一点，肚子说不上疼，就是发胀，后背是往前推着疼，我以为腰疼带的。你以前体检有没有查过腹部血管？有没有高血压？高血压10多年了，吃药断断续续的。腹部血管没查过，我年年体检就抽个血拍个宣片。小周，马上安排腹部增强 CT， 重点扫腹柱动脉。通知血管外科到 CT 室急诊阅片，测4肢血压，做踝崩洗术。从现在起绝对平卧，禁止下床。医生，不就是腰疼吗？做什么 CT 啊？吃点止疼药不行吗？周师傅，我怀疑你的腰疼是腹主动脉的问题。这条血管就在脊柱前面，现在需要增强 CD 质诊。如果判断没错，血管随时可能破裂大出血。什么？大出血？后并撕裂口正在渗漏，腹膜后血掌已经初步形成。如果不立即手术，后并渗漏随时可能转为全层破裂，引起腹腔大出血。这个必须马上报主任，手术难度不小。瘤体位置靠近肾动脉开口，需要肾动脉阻断保护。刘主任，急诊收了一个腹动脉瘤后壁渗漏病人，瘤体直径5.8厘米，后壁撕裂，造影及外渗，腹膜后血肿正在扩大，需要急诊手术，但瘤体位置靠近肾动脉开口。稳定病人生命指征，绝对平稳，严格控制血压。我马上到。瘤体位置太靠近肾动脉开口，常规的肾下腹指动脉瘤土内修复术锚定区不够，如果支架线端锚定区不足，就需要开腹手术。肾动脉阻断，甚至可能要做肾动脉重建。我这就去联系血管外科那边加急手术。但眼下最擅长这个术上的赵立行教授正在北京开会，最早明天下午才能赶回来。主任，病人的后边渗漏的体征已经很明显，这个瘤体恐怕撑不到明天下午。医生，刚才听你们说，能治我这病的专家现在不在院里，那我岂不是没救了？别担心，老哥，办法有的这儿。既然发现了，就一定能保住你。陈院长，腹主动脉瘤后壁陷漏，直径5.8厘米，靠近肾动脉。赵立行教授在北京开会赶不回来，病人等不了，需要院里协调。陈院长联系了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的韩志远主任，省内腹动脉瘤的权威，他大概2小时后到。在我们这儿的准备时间内，严格控制血压，绝对平稳。你负责术前准备和病人监测。志远，韩教授，这么晚还麻烦您跑一趟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刘主任客气了。路上看了你们传过来的 CTA 影像和病历，你的判断是对的，这个手术确实棘手。锚定区不足1厘米，开创支架来不及，不好办呐。刘主任，这位是韩教授，这位是我们急诊科的林宇医生，是他首诊发现并诊断了这个病例。哦，腰疼病人能摸查出腹柱动脉瘤的不多，很容易误诊。我倒是有点好奇你的诊断过程。病人骨数腰痛2天，查体腰椎无固定压痛点，直腿抬高银性，排除了骨科问题。触母发现其左侧有扩张性变动，双下肢血压低于双上肢，加上10年高血压病史，所以我才高度怀疑腹主动脉肿瘤。可以啊，小伙子，术前评估很扎实。那我再考你一题，这个病人如果是你来选，
你会思考什么方案？现在的情况只有2种办法，一是腔内修复，2是开腹手术，而我选择第2种。那你说说，这2种方法都各有什么优劣？腔内修复创伤小，恢复快，但这个病人锚定区严重不足，常规支架不能用，开窗支架需要定制，时间上等不起。开腹手术创伤大，但能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。人工血管置换后长期通畅率高，唯一的风险是肾动脉阻断时间。刘主任，你这个住院医水平不一般，术前诊断精准，手术方案的分析也到位。我现在进手术室准备。林医生，你可以进来，给我当医助，同时观摩。经左侧腹膜后入镜，分离腹膜后空阶，暴露腹主动脉。林医生，拉钩。准备阻断。林医生，计时。计时开始。肾动脉水平阻断，无损伤血管前的夹并顺序是先从近心端到远心端。先阻断腹主动脉肾上端，再阻断双侧髂总动脉。松开时刚好相反，每一步都是为了保护肾脏灌注。林医生，你递器械的时机把握得很好。吻合口通畅，无渗漏，开放血裂后肾脏灌注良好，手术成功。医生，我老公怎么样了？手术很顺利，人工血管置换成功。术后肾功量需要密切监测，但初步评估肾脏缺血损伤可控。流体完整切除，后壁撕裂处已经被人工血管置换，渗漏彻底解除。后续在 ICU 监护，没有意外的话，1周左右可以返回普通病房。韩教授，这台手术干净利落，我们院的血管外科团队以后还要多向您请教。刘主任，客气了。对了，林医生，刚才手术你全程观摩，从进腹到观腹每一步都看到了。我考考你，这台手术你学到了什么？林医生，刚才手术你全程观摩，从进腹到观腹每一步都看到了。我考考你，这台手术你学到了什么？学到了3点。哦，说来听听。第一是阻断顺序，肾动脉水平阻断必须从近心端向远心端依次阻断，先阻断肾动脉上方腹主动脉，再阻断双侧髂总动脉。松开时反向操作，先开亚总动脉，再开肾动脉上方。这个顺序最大程度减少肾脏缺血时间，每1秒都是在保劲松功能。第二是吻合技术，人工血管与自主动脉端端吻合时，您每针边距2毫米，针距1毫米，全层缝合，一针到位。吻合库内壁光滑，没有内膜翘起，术后血栓风险降到最低。近端8分钟，远端7分钟，全程没有多余动作。那第3呢？观腹前逐一检查每一处分离间隙，哪怕只有针尖大的渗血点，也要电凝止血。腹膜后手术最怕术后隐形出血。老刘，你们医院真是出了个可造之才啊！韩教授，您过奖了。这次观摩您手术，才真正能让我看到了我和顶尖医生之间的差距。你能看出腰动脉浴场里的细节，说明你不是在看热闹，是在看门道。有没有兴趣来我们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进修？韩教授，当着我的面挖墙脚，不合适吧？小林是我们急诊科的骨干，暂时不对外输送。不急，等他升主治之后再谈进修的事。术后管理交给你，抗凝、血压、肾功能盯紧，每2小时查血溶灰和 B 超，一旦血红蛋白下降或腹膜后积血增多，立刻联系我。手术成功只算一半，术后管理决定预后。明白了，低分率时速抗凝从术后12小时开始，收缩压严格控制在110到130之间，
每小时记录尿量，保持每小时每公斤体重1毫升以上。不错，全都记下了。林医生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林医生，还没交班呢。马上，怎么小周，有事吗？刚收了一个病人，28岁男性，公司年会喝多了，同事送来的，说是吐了好几次，怕酒精中毒，送来醒酒。要不要先看看？走吧，我不急着下班，先带我过去。医生，他昨晚公司年会喝了不少白酒，我们以为睡一觉就好，结果今早还没醒酒。手指被动拉扯动，这是骨筋膜室综合征的典型早期失症。前臂筋膜室内压力升高到一定程度，被动拉插受在肌肉，会引发剧烈疼痛。骨筋膜室综合征常见于骨折或严重挤压伤，但他是醉酒，没有外伤史，怎么会筋膜室压力升高？他昨晚喝完酒之后是怎么睡的？有没有摔倒或者被什么东西压到手臂？摔倒倒没有，不过他昨晚喝多了，趴在桌上睡了好久，姿势特别别扭，头枕在右胳膊上，一直没换过姿势，我们也没敢动他。长时间静态压迫，醉酒后保护反射消失，前臂被头部压了几个小时，筋膜区内肌肉缺血再灌注，压力急剧升高，外表轻微肿胀，里面已经压闭了血管。筋膜室张力高得像石头，内部压力至少40毫米根帕以上，毛细血管被压闭，血流进不去，神经肌肉正在缺氧坏死，超过6小时，不可逆坏死，手就保不住了。张伟，你走了！嫂子，这是急诊科的林医生。医生，我老公他怎么回事？您是他妻子，您丈夫目前不是单纯的酒精中毒，他的右前臂因为长时间被头部压迫，肌肉缺血肿胀，现在筋膜室内的压力已经高到压闭了血管，需要马上做急诊手术。不就是喝多了吗？怎么还要做手术？安定10毫克，静脉推至。筋膜室内压力已经高到压闭了绕动脉，远端动脉搏动消失是骨筋膜室综合征的终末期症，意味着肌肉和神经的血供被彻底切断。医生，我老公怎么突然出来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老公醉酒后头部压住右前臂，筋膜区压力升当压闭了血管，6小时内部手术，手保不住，再拖下去，坏死的肌肉会堵住肾脏，命也保不住。那手术会不会有后遗症？现在是时间的问题。如果你现在签字同意手术，我们还能保住手功能；如果再犹豫，就算做了手术，手也废了。我签，医生，我签，求你救救我老公的手。联系骨科急诊，准备急诊筋膜室切开减压术，右前臂掌侧切口，通知手术室备胎。筋膜室压力至少好在50毫巴以上，肌肉缺血严重，但还没有坏死。再晚1小时，正中神经就保不住了。减压完成，切口开放引流，每天换药，等水肿消退后再缝合。但肌肉缺血时间较长，术后需要密切监测肾功能，肌红蛋白入血可能引发急性肾损伤。医生，手术顺利，筋膜室压力已经解除，桡动脉搏动恢复，手保住了。林医生，张伟术前急查的肌红白出来了，肌红蛋白已经升到正常值上限的50倍。王医生，你看一下，尿常规肌红调尿阳性，横纹肌溶解正在攻击肾脏。预料之中，缺血超过4小时，在注射后大量肌红蛋白入血，必须马上转 ICU 做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，把肌红蛋白滤出去，否则24小时内发展成急性肾小管坏瘾，肾功能就不可逆了。医生，这是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手保住了，但现在需要转 ICU 做透析，把肌红蛋白滤出去。透析2到3天，只要滤得及时，肾功能可以完全恢复。过程会比较复杂，但预期是好的。
好，我听医生的，只要人没事儿，手能保住，其他的我们一步一步来。从酒精中毒里揪出古基莫氏综合征，这个漏诊率太高了。一般的急诊医生看到醉酒就按醉酒处理，你多看了那一眼，保住了他一辈子的手。林宇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一鸣，你怎么来了？急事，我那边刚收了一个病人，是35岁男性，3天前从非洲出差回国，入境时体温正常，昨晚开始发热、头痛、全身肌肉酸痛，今天早上来基础感阴病，但血常规有点不对劲。怎么说？白细胞偏低，血小板轻度减少，我怀疑是流行病，而且具有传染性。传染性流行病？快走，带我去看看。白细胞2.8，血小板72000，流感抗原阴性，但白细胞和血小板同步下降，白细胞下降。这不像是普通的病毒感染。糟了，如果是拉沙热，那就麻烦了。一鸣，我现在高度怀疑，病人感染了拉沙热。什么？西非埃尔该密的烈性传染病？国内从未有过输入性病例，你怎么能下定论？我现在还不清楚具体情况，需要进去亲自查体，确认几个关键体征。小周，你去通知感染科，让他们送全套的3级防护装备过来。医生，我是不是很严重？怎么传成这样？别紧张，放轻松，只是常规检查。你现在感觉哪里最不舒服？嗓子疼，像刀割一样，头也疼，全身都在疼。出血点集中在头颈部。麻烦张一下嘴，我看看你的嗓子。咽部渗出，疟疾没有咽部表现。登地热没有湿出性腺炎，全部对得上。这里摁着疼吗？有点疼。谢谢配合，你先好好休息。体征全部对得上，咽部渗出，颈部淋巴结肥大，头部出血点，肝区叩击痛，拉沙疱典型3联合。立即联系刘主任，上报疾控，启动烈性传染病应急预案，所有接触者就地隔离。沈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在协和轮找过感染科，有生物安全3级防护实操经验，所以领导就让我过来看看这个病人现在什么情况。林宇刚查完体，体征全部对得上拉沙热，已经上报疾控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小沈来了。小沈在协和的时候参与过输入性传染病例的远程会诊，对病毒性出血热的处理流程比较熟悉，院里让他过来协助。出血点在扩散，毛细血管渗漏正在加重，血浆从血管内大量渗入组织间隙，再控制不住就是低血容量性休克。核心问题是病毒正在攻击全身血管内皮，出血点只是表面现象，真正的战场在全身每一根毛细血管。流血了！联系输血科，准备新鲜冰冻浆和血小板，立即输输。呕血加上球腺膜大面积出血，出血范围从皮肤黏膜扩展到消化道，说明病毒破坏了内皮，同时激活了凝血系统，血小板和凝血因子被大量消耗，这是 DCC 前兆。主任，越来越麻烦了，一旦 DCC 全面爆发，全身多器官几个小时内同时衰竭。马上输新鲜冰冻血浆和血小板，冷凝剂备上。我去申请履逼命令。对症支持我来负责，血浆按体重调整输入速度，血小板和冷粘剂交替，每2小时查一次凝结全报和第2央逆，一旦第2央逆持续升高 ，DIC 就正在从代偿期滑向失代偿期。这个病人是全国首例输入性拉沙病，没有现成经验，每一步都靠你们的临床判断。我向院里申请去借调疾控方面的专家，在专家到来之前，由你们暂时负责。林医生、沈医生，凝血全套出来了。
第二加数比半小时前又翻了1倍，纤维蛋白素降到了1克每毫升以下，凝血酶原氏时间延长到正常期的2倍。DCC 正在从代偿期向失代偿期滑落，凝血因子消耗速度超过了我们补充的速度，血浆和血小板的输入量需要加倍。加倍输数只能延缓 DAC 进展，压不住根本问题。病毒仍在复制，血管内皮破坏还在继续。鲁比尔星什么时候能到？疾控刚才回复，鲁比尔星注射剂正在从省疾控中心调备，最快4个小时后送达。4个小时，比目前 DCI 的进展速度，它撑不了那么久。抗病毒药还在路上 ，DCI 在不断恶化，但如果能从另一个方向切入，抑制全身炎症反应，减少内皮损伤，哪怕只是暂时延缓 DCI 的进展速度，就能为特效药争取时间。沈医生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如果在抗病毒药到达之前，先用小剂量激素踩住炎症风暴，能不能减缓 DCID 进展？你是说用糖酮根激素，甲麻也能冲击？小剂量甲洛酶送，不追求完全压制炎症，只踩刹车减缓内皮损伤。血浆和血小板输入量加倍，从代偿消耗变成超前补充，把 DIC 稳定在代偿期内，为裸臂美云抢出4个小时。同意，单次给药，不用冲击剂量。血浆输出速度加快，血小板每2小时追加1个治疗量，目标是把第2逼室的上升速度压下来 ，DIC 不进入失代偿期。2链阶段首次出现下降，纤维蛋白氮开始回升了。太好了，方案见效了。小林、小沈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省疾控病毒病防治所的吴明远教授。吴教授，幸会。吴教授，好久不见。沈清月，你是协和感染科轮转动的沈清月博士？怎么，老吴，你们认识？何止认识？3年前全国输入性传染病防控培训班，沈博士是协和派来的学员。那次培训班模拟演练环节，他提出的分层防控方案后来被采纳，直接写进了我省应急预案。吴教授过奖了，没想到裹得这么严实，您都能认出来。对了，沈博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现在不在协和了，被调到本市，目前在这家医院，暂时负责神经内科。时间紧迫，先看病人。感染者现在什么情况？病人1小时前突发呕血 ，DCA 滑向失图调期。我们用了小剂量甲富马林采炎症风暴，加倍血浆和血小板输入，暂时稳住了病情。鲁比马林用上后 ，DCT 逆转。不愧是沈博士，能在特效药到达前想到用甲罗马孙联合强化血浆置换稳住病情。这个思路和最近 WHO 拉拉病专家共识里提出的炎症调控方向完全一致，但在国内还没有人用过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不，吴教授，这个方法不是我提出的，是林医生。刚才光顾着叙旧，忘了问，这位是我们急诊科的林宇，林医生，别看年轻，诊断上很有一套。这次拉沙热也是他第一个从茶点里揪出来的。林医生，刚才沈博士说置换方案是你提出的。是，当时李碧梅心还在路上 ，DIC 进展太快，单靠血清置换撑不了4个小时。炎症因子风暴是 DCI 的核心驱动，哪怕只延缓内皮损伤速度，也能为特效药争取时间。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？结膜出血点从针尖大到片状融合，通常需要24小时以上。这个病人1小时就扩大了1倍，单靠补充凝血因子追不上消耗速度，必须从源头踩住炎症。沈博士，你怎么看？我当时担心激素可能加速病毒复制，但他提出小剂量单次补药，不压制免疫，只踩刹车，度把握得很精准，结果证明他是对的。吴教授，我跟林医生搭档这段时间，他的每一个决策背后都有完整的病理生理逻辑链，推演精准，连我都自愧不如。能让沈博士夸的人可不多啊，而且从你的思考逻辑上也能看出，小伙子你很不错。既然 DCI 已经逆转，接下来分3步走：鲁比维领疗程10天，前4天负责，后6天维持；甲摩尼文不再追加，血浆和血小板减半，第2直播正常后停。沈博士，你负责神经系统监测，拉沙热晚期可能出现脑病，一旦病人出现意识状态改变，立刻做神经筒插体和脑电波。明白。林医生，你负责凝血功能和炎症指标的动态监测。甲姆西敦虽然只给了1次，但炎症风暴的反弹可能在24小时内出现。一旦第2教数和炎症因子再次升高，立刻调整方案。牛主任，
急诊又收了3个病人，都是王建国同航班回国的乘客，症状完全一样。3个都是同航班乘客，症状完全一样。对，发热、头痛、咽痛、全身肌肉酸痛，其中一个牙龈已经开始渗血。首例确诊不到6小时，密接者中同时出现3例疑似，这个传播速度和聚集性远超预期。我现在立刻上报院长，联系相关部门调取完整乘客名单，调查接触史。所有密接者必须尽快安排隔离。我去看其他几个感染者。刘医生、沈博士，你们俩跟我打配合。明白。什么时候开始发热的？昨天晚上，我以为是感冒，吃了退烧药没管用。咽部充血，扁桃体有白色析出点，颈部淋巴结轻度肿大，体征和王建国早期完全一致。白细胞3.1，血小板98000，血液学表现符合早期感染，还没进入 DCU 阶段。我留在这儿做初步抗治，你们俩先去看看另外2个，记录情况向我汇报。怎么样？另外2例症状都比王建国轻，处于感染早期，还没出现内皮损伤的临床表现。血氧饱和度基本正常，暂时不需要上呼吸机。时间窗口在我们这边，趁他们还没进展到 DCI， 提前干预。按我说的做，3例都用罗比马辛，但甲木拟酸暂时不上，出血点和凝血指标没有恶化迹象。先用抗病毒药从源头压住病毒复制。这是一场硬仗，大家一定要严格对待。好消息，老吴，疾控中心的流调结果出来了。目前发现的全部病例都是同航班乘客和2名机场安检人员，密接者全部追踪到位，已经安排隔离，传播链控制住了。我们这边也有好消息，王建国 DCI 完全逆转，病毒载量持续下降，再观察1周可以转普通病房。另外几例轻症患者抗病毒治疗效果显著，血小板稳定回升，体温已经正常。好，太好了，老吴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第一时间赶来，后续治疗方案不可能定得这么精准。刘主任，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。这次沈医生和林医生也帮了大忙，尤其是林医生，年纪轻轻，实在让人刮目相看啊。小林，这次你和沈医生立了大功，我会向院里给你们2个申请专项奖励。这次输入性拉沙热的处置经验也要整理成完整的病例报告。如果不是吴教授第一时间协调抗病毒药和疾控资源，沈医生全程把控神经系统监测，靠我一个人做不到这一步。不骄不躁，好事儿。林医生，以后省疾控再有培训，我会邀请你来参加。你的临床思维和应急处置能力，在基层医院里很少见。那太好了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去，还希望您多多指教。又升级了，现在这双手对体征的感知能力比之前更敏锐了。林宇，来查房啊？新收的病人，我刚处理完，急性胃炎，已经开了抑酸药和胃黏膜保护剂，留观几小时，症状缓解就可以回家。大爷，您左手有什么不舒服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感觉手指有点发麻，像有蚂蚁在爬。没事儿，可能是刚才睡了一觉压着了。食指、中指温度明显偏低，皮肤干燥，左侧桡动脉搏动比右侧弱了1/3，不对，有问题。结小膜动脉栓塞和左叶动脉栓塞。这么说，手指发麻是上肌缺血，腹痛不重是内脏痛的特点。7周深铺有一片区域的温度比周围略低，柴脓因在这片区域明显减弱。大爷，您以前有没有查出过心跳不齐，比如风颤？有啊，
社区医生说我是什么香颤，让吃阿司匹林，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一鸣，这个病人需要马上做腹部增强 CT 血管纵向，重点扫脐腰膜上动脉，同时加做左上臂动脉协调，左侧桡动脉搏动减弱，需要排除亚动脉阻塞。脐腰膜上动脉主干山塞，距离开口约3厘米，山塞段长约2厘米，咬端分支完全不沈化，缺血范围过及空肠和尾肠近端，必须急诊手术取短。发病到现在15个小时，时间窗很紧了，但腹部体征目前没有腹膜刺激症，说明肠壁还没有全层坏死穿孔。只要没有穿孔，就还有机会做线胶膜上动脉切开取石，术中评估肠壁活力。如果血运能恢复，可以避免肠切除。刘主任，急诊留观室发现一例牵胶膜上动脉穿塞，发病15个小时 ，CTA 显示张膜上动脉主干穿塞远端不显硬，目前没有腹膜刺激症，血管外科评估急诊手术取短。立即通知手术室备台，通知麻醉科，血管外科需要多久准备？给我20分钟。那我现在就去通知家属。医生，不是胃炎吗？怎么要开刀了？您别紧张，大叔心脏里有个小血块掉了下来，顺着血管堵住了供应肠子的动脉，所以肚子会疼。现在需要手术把血块取出来，恢复肠子的血供。那是不是要剖开肠子？别紧张，没您说的那么吓人，是在血管上做切口取栓。如果血运恢复的好，肠子就能保住，术后恢复也很快。好，我都听您的，求你千万保咱家老周平安无事。放心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一鸣，你这是？林宇，我要走了。什么情况？你的实习期不是还有2个月吗？我申请了提前结束实习期。经过这段时间，我清楚自己还差得远，暂时不能当一名合格的医生。一鸣，同事一场，你要走了，跟你说几句心里话。好啊，虚心讨教。我们都是同大学毕业的，又一起实习。我觉得你缺的不是理论，而是经验和心态。但这些能就有，都是在临床上摔打出来的，所以我不希望你灰心。我知道，我没想放弃，是想换一条路重新来。我申请了下个月去基层卫生院锻炼半年，从最基本的开始，把基础打扎实。基层病例种类不比大医院少，半年下来你的临床经验会比现在扎实得多。到时候回来，我们再搭档。走了。陈一鸣这小子还需要磨，他主动申请去基层锻炼，我没有拦。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钻研，总有一天能成熟。说正事儿，省急诊医学质量控制中心有一个急诊骨干培训，为期2周，我给你报了名。急诊骨干培训，培训结束考核达标，可以拿到急诊医学专科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。这个证书是晋升主治医师的优先条件之一。你现在的临床能力已经远超同期住院医，但急诊医学的知识体系需要系统化。这个培训涵盖急诊重症监护、灾难医学、重毒急救、创伤生命支持多模块，能把你平时零散的临床经验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。谢谢你，主任，我这就去准备，明天就动身。等你的好消息。路程有点赶，但好在踩在签到时间前到达了。兄弟，你也是来参加培训的？对，刚到，荣新医院急诊科的。我叫赵明，这是我同事李晓东，我们俩一起来的。你是哪个医院的？本市人民医院急诊科。林宇，人民医院，那咱俩算是半个同行。你干急诊多久了？刚转正不久。刚转正就能来省里培训，不容易啊！我和赵明都是第3年了，去年就想来，硬是排不上号。今年是主任力卷才拿到名额。这次培训课程我提前看了，前5天理论，中间5天实操，最后4天综合考核，任务很紧。我听说讲师都是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专家，王斌教授你听过没？他也来了，他可以说是我们省急诊最权威的专家。还没见过。兄弟，咱几个有缘，以后就是同学了。培训期间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问我们。毕竟我和小东在急诊泡了3年，经验还是有一些的。好，那先谢谢赵哥了。走吧，开办仪式快开始了。这里有几门课我在临床上已经反复实践过了，不过这次能系统梳理一遍，应该会有新的收获。刚才我们讲了急性胸痛的4大致命病因：急性对脉综合征、主动脉夹层、肺抽塞、张力性气胸。下面看一张实际的 CTA 影像，
哪位学员能判断一下这是 A 型还是 B 型？夹层破口在左锁骨下动脉开口以远，没有络基生主动脉，这是 Stanford B 型。按照普通 B 型的治疗原则是控制血压、控制心率，但是教授，抱歉打断一下，我觉得这张片子还有一个细节。哦，什么细节？站起来说。左锁骨下动脉开口处有内膜撕裂，夹层逆撕到了主动脉弓，这是逆撕型 B 型。你处理方案和普通 B 型不一样。左锁骨下动脉开口受损，尖端锚定区不够，不能用普通胸主动脉支架。如果按普通 B 型处理，支架释放后可能覆盖左锁骨下动脉开口，导致左上肢缺血。很好，这张片子的原始报告确实写的是普通 B 型，但左锁骨下动脉开口处的逆撕在初诊时被漏掉了，是后来做主动脉造影时才确认的。我本来想给点提示，没想到你能直接从一张静态影像里看出逆撕，说明你看过不少主动脉夹层的 CTA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哪个医院的？林宇，本市人民医院急诊科。人民医院？你们医院急诊科的刘主任是我老同学，你跟他多久了？我是他的住院医，刚转正。老刘给我打过电话，说他那儿有个年轻的住院医，诊断上很有2把刷子，让我培训的时候多留意。说的就是你吧？好，你上来。这个病例你既然看出了逆撕，就顺便给大伙儿讲讲逆撕型 B 型和普通 B 型在处理方案上具体有什么不同。第一，近端锚定区不足。普通胸质动脉支架需要左锁骨下动脉开口以下至少15毫米的正常血管作为锚定区，但逆撕型的撕裂已经延伸到扣开口，锚定区被破坏，不能用普通支架，需要用开窗支架或者分支支架，在隔绝夹层的同时保留左锁骨下动脉的血供，否则支架覆盖开口，左受致急性缺血，后续处理比夹层本身更棘手。那如果医院没有开窗支架怎么办？可以先做左锁骨下动脉转位术，将左锁骨下动脉夹合到左颈总动脉上，为支架创造锚定区。这是备用方案，但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都比直接上开创支架高。第二，逆撕可能继续向生主动脉进展，一旦撕裂越过主动脉花，演变成 A 型夹层，就需要急诊开胸手术，体外循环下生主动脉置换，手术风险和死亡率成倍增加。所以逆撕型 B 型必须每6到8小时复查一次心脏采敲，监测生主动脉内径和心包积血。一旦生主动脉增宽或出现心包积血，说明逆撕在进展，必须马上手术。第三，血压控制目标比普通 B 型更严格。普通 B 型收缩压控制在110到120之间，心率60到70，但逆撕型 B 型因为有逆撕面，收缩压要降到100到111之间，心率控制在60以下，减少血流对撕裂内膜的冲击力。降压药物的选择也有区别，贝塔受体阻滞剂为主，联合钙通道阻滞剂，尽量避免使用单纯扩血管药物，因为扩血管药物会反射性增快心率，心率一快，血流冲击力就大。总结一下，逆撕型 B 型不是普通 B 型加一个并发症，是介于 B 型和 A 型之间的独立大种。锚定区评估、生主慢监测频率、血压目标值，这3个点和普通 B 型完全不同。这些不全是教科书上写的，有一部分是从临床操作中自己总结的。各位老师有什么不同意见，可以一起讨论。教科书上没有的东西，正是你们来培训班最该学的东西。林宇，你讲得很不错。赵明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王教授，我不服。我看过几百张 CTA， 有时候还得反复看才能确认，他是怎么直接从片子上就能判断是逆撕？很好，敢于质疑也是医学提倡的精神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要求现场测试，让林宇当场判读几张 CTA 影像，看他是真本事还是碰运气？林宇，你接受吗？可以。A 型，生主动脉全程受载，心包积液形成，需要急诊手术。B 型合并肾动脉受载，左肾关注减低，需要急诊开矿。主动脉壁内血张，没有内膜破口，但壁内血肿厚度超过11毫米，有破裂风险。与典型夹层的鉴别点在于没有内膜片和真假双腔。穿通性主动脉溃疡，溃疡深度已经穿透中膜，外膜完整但张力很高，有即将破裂的风险，建议急诊手术，不能保守。马凡综合征合并主动脉根部瘤，主动脉 C 部直径超过50毫米，达到手术指周，需要做 Bentire 手术，主动脉根部复合带部人工血管置换。还有人提出质疑吗？抱歉，林宇，刚才是我冒失了，向你道歉。这一番判断，我赵明心服口服。赵哥客气了，经验这东西不分先来后到，谁碰到算谁的。某种程度上讲，经验还真算是运气的一部分。行了，课间休息1刻钟，下节课我们讲费春丝的鉴别诊断，都别走远。兄弟，刚才几个细节我没太懂，麻烦你再给我讲讲呗。今天实操考核，在假人身上模拟气管插管和中心静脉置管，每人2次机会，失败重来。第2次再失败，直接判定不合格。气管插管90秒内完成，中心静脉置管3分钟内完成。
90秒，我上次在科里插管弄了快3分钟。赵明第一次操作失误，失败，开始第2次。第2次88秒，合格。李晓东锁骨下静脉穿刺2分58秒，压线合格。下一名林宇。气管插管45秒，中心静脉置管65秒，2项满分，操作步骤零遗漏。这个成绩是本次培训班模拟实操环节的最高分。我靠，45秒、65秒，这么快？是啊，速度，这手法已经可以媲美主任级别医师了。行了，都安静。接下来是临床诊断练习，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标准化病人演员。老规矩，练习前先互查病史。走吧，我们俩一组。宣布潮红，口唇发育，这是风湿性心脏病的典型面容。赵哥，我们组的考题是什么？胸痛急诊检查。胸痛急诊检查，怎么会出现这样症状？不对，这应该不是为了模拟考试提前化好的妆。郑师傅，您以前查过心脏吗？有没有听医生说过心脏有杂音？没有啊，我就是个志愿者演员，身体一直挺好的。抱歉，师傅，我想先暂停一下模拟。我问你的情况，您如实回答。您最近就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？还真有，胃有点舒服。果然，风湿性心脏病。这么说，他胃不舒服不是胃病，是体循环淤血导致的消化道症状。肝脏肋下两指质地韧，边缘断。他现在还没有明显心衰症状，但肝脏淤血这个体征说明心功能正在从代偿期滑向失代偿期。郑师傅，您这种胃不舒服的感觉持续多久了？断断续续有2、3个月了。吃了胃药会好一阵儿，但是过了一阵会再犯。您平时走路上楼梯会不会觉得喘不上气？有，以前我上5楼不费劲，现在上到3楼就得歇一歇。我以为年纪大了。赵哥，你听听他心间曲。收手机杂音，吹风让挺粗糙的，这不会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吧？对，肝脏已经淤血肿大，他这2、3个月的胃不舒服和体力下降，根源在心脏。二尖瓣重度关闭不全，血液反流导致肺循环压力升高，右心室泵血无力，体循环淤血，是湿皱信号。林医生，你的意思是，我的心脏真的有问题？我现在高度怀疑你有风湿性心脏病，已经影响到心功能，需要马上做心脏彩超确诊。王教授，林宇在模拟练习中发现老郑有心脏杂音和蓄血，高度怀疑风心病合崩二尖腱关闭部件。有杂音，静脉在4、45度角时明显充盈。听诊和擦底体征与你的判断一致，走，马上去中心仪器室做心脏彩超。二尖瓣前后叶 Z 后钙化，重度关闭不全，反流面积45%，左心房内径55毫米，肺静脉压55毫米睾门，肝脏增大，肝静脉增宽，右心功能不全表现明确。诊断完全成立，你说的每一个点都对上了。在模拟教室里靠查紧揪出真病人，我带教这么多年头一回见。林宇，越和你接触越发现你深不可测，牛，真的太牛了。这里省急诊失控中心培训班发现一例风心病患者，病人目前生命体征稳定，但瓣膜病变已经达到手术，只要需要立即转院。我们这边派车送过去，请你们那边准备接收。郑师傅，你的心脏瓣膜确实有问题，需要转到省人民医院心外科做进一步治疗。你现在情况还稳定，不用太紧张。王教授，我就是来当个志愿者配合你们考试，没想到把自己考出毛病来了。郑师傅，这次发现是好事儿，您在培训班当志愿者，无意中为自己抢回了一个最佳手术窗口。林医生，谢谢你。刚才的事儿大家都看到了，林宇在模拟练习中靠查己犯了真病人，老郑已经被送往省人民医院，发现及时，大概率不会错过手术时机。你们都是全省急诊科的骨干，今天我借林宇的例子说一句话：操作技能可以靠反复练习来提高，对病人的零和责任心练不出来，就因为林宇多看了病人一眼，这一眼
改变了一个人后半辈子的命。所以，作为医生，第一件工具是眼睛，而你们现在的苦秀就是增长眼力。好了，接下来继续上课。腹部闭合性损伤的急诊评估，核心是掌握 FAST 超声4个标准切面，见度下看心包，右上腹看肝肾隐藏，左上腹看脾肾隐藏，耻骨上看盆参。每个切面30秒，全程不超过2分钟。在急诊室，时间就是手术刀。王教授，脾肾隐盆这个切面我总是打不准，有什么技巧吗？派头放在左侧腋后线第10到第11围间，角度朝向脾脏和左肾之间，关键是角度，不是位置。抱歉，接个电话。什么？好，没问题，我这就安排。大家停一下，刚接到省人民医院急诊科通知，绕城高速发生连环追尾，伤者正在往这边分流。离培训中心最近的急诊科人手不够，需要我们支援。谁处理过批量伤员？王教授，我去。我在急诊科处理过批量车祸伤员，有经验。我也去，我和林宇打配合，算我一个。好，林宇、赵明、李晓东，你们3个跟我走，其余人留下继续练习，由班长负责。到了现场，一切听从省人民医院急诊支坑统一调配，不许擅自行动，有问题随时沟通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老同学，你来的正好。12名伤者，2名重伤，4名中度，6名轻伤，我的人已经全部顶上去了，实在再分出人手。我带了3个人，都是各医院的骨干，林宇、赵明、李晓东，你直接安排。你们3个去轻伤区，主要做清创缝合和流关监测，有事随时叫我。明白。面色苍白冷汗，呼吸前快，有可能是内出血早期代偿表现。左上突痛加上左腿不自主屈膝，有可能是皮破裂的凯尔症。这位医生，伤者的部腹部体你做了吗？腹部有痛，实左探痛，左上腹明显，已经开了腹部 CT， 等片子出来再说。怎么了？我建议您别等 CT 片子了，先做急诊腹部 B 超排出腹腔积水。为什么？他高度怀疑他是皮破裂。你是？林宇，本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来支援的。你说他高度怀疑皮破裂，依据是什么？他的腹部虾痛并不剧烈，也没有明显的反扑痛和肌紧张。皮破裂的典型腹母刺激症，他一条都不符合。师傅，您除了左上肚痛，有没有觉得左边肩膀或者后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痛，像被人从背后顶住了一样？有，左边肩膀酸胀，我以为是在车里撞的。左上腹深层有一种饱满的张力，和周围组织不一样，边界隐约可哭泣。你查实他左上腹样痛不剧烈，是因为皮破裂早期血液局限在脾脏包包下，包包完整，血液没有进入流离腹腔，所以没有腹母刺激症，这是迟发性皮破裂的典型表现。师傅，您有高血压病史吗？血压92/58，对高血压病人来说就是休克早期，加上左上腹痛、左肩牵扯痛、左腿屈膝、皮破裂的凯尔3联症，血液刺激膈界，疼痛放射到肩膀和腰大肌，这些症状拼在一起，有高度皮分下不下血肿症的扩大，张力增高，也就是随时都有皮裂的风险。我马上安排急诊腹部 B 超，同时联系外科急诊的会诊，马上推班车机过来。这边情况，迟来性皮破裂，爆拔下视肿，张力很高，马上 B 超排出腹腔积水。文主任，刚才就是这位林医生发现了内力迟发性皮破裂。他查体时根据 KERP3联力和血压变化判断出爆膜下碎肿中。B 超证实腹腔积血已经超过300毫升，马上送手术室了。林宇，刚才老王带来的。迟发性皮胖状早期体征很微弱，最容易当成软组织挫伤放走。你能从 KERP3联照电锁定攻守诊断，伤者经督手弩发现缆扎实。当时也是看到他左腿不自主屈膝，觉得不对劲，一查血压果然在掉，才联想到皮胖状。实际细节决定诊断方向，做得好。林宇，麻烦帮忙过来看一下这个病人。什么情况？车祸伤者之一，前额撞到方向盘，头皮裂伤已经清造缝合，但他一直说头越来越疼，还犯恶心。我查了瞳孔和伊利都是正常的，生命体征也稳，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走，去看看。病人刚才吐了一次，吐的是什么东西？胃内容物，没有血。医生，他刚才还好好的，现在越来越难受了。师傅，您头疼是哪个位置？
是整个头疼还是某一侧？左边太阳穴那块，像有人拿锤子在敲。恶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刚才吐完之后一直恶心，现在又想吐了。查底一切正常，但症状持续加重，头痛局限在左侧，喷射性呕吐，这是颅内压升高的表现。急性硬膜外血肿，左骶部脑膜中动脉撕裂，头痛剧烈，喷射性呕吐，颅内压升高的代偿期表现。一旦中线偏移超过临界值，就会直接进入深昏迷。然后瞳孔3大呼吸骤停。赵明马上带病人去做头部 CT。我刚刚联系过了 ，CT 室排满了，前面还有3个车祸伤员在等，最快也要1个小时。麻烦了，他的目前的状态等不了那么久了。左侧瞳孔开始缩小，动眼神经受压早期，血肿在扩大，压迫血液沟环。缩小之后就是散大，一旦散大固定，脑消就不可逆了。看好他。文主任，中损区有个病人需要您紧急评估，前额撞击伤，初查全部正常，现在出现左侧瞳孔缩小、喷射性呕吐，高度怀疑急性右膜外血肿。文主任，刚才我让赵明联系了 CT 室，已经满员了，最快也要1个小时。我推测病人撑不了那么久，所以才来找您。你推测的没错，我现在立刻通知神经科急诊会诊，联系 CT 室插队加急扫描。这里是急诊科，车祸伤员怀疑急性右膜外血肿，需要立即手术评估，请值班医生立刻到急诊大厅。同意急诊手术探查，加急扫描明确血肿位置后，直接推手术室。你们2个那边怎么样？皮破裂和右膜外重都已经进手术室了，其余轻伤清超缝合不完成。我那边3个中度损伤也都处理完了，2个骨折已经打好石膏，1个腹部挫伤留观监测。老门，我们这边任务完成了，培训中心那边学员还在等，我先带他们回去。老同学，今天多亏你带人过来，要不伤员救治的不会这么顺利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跟我客气什么？都是治病救人，本职工作而已。你们2个都是好苗子，特别是这位林医生，诊断精准，眼力独到，我都有点不舍得放你走了。这位林医生可是老刘的重点培养对象，你想挖墙脚，得看看老刘同不同意。回市医院后，替我给老刘带个好。老王、林医生、赵医生，你们路上注意安全，后会有期。你们2个今天做得非常好，支援任务圆满完成。顺便说一声，明天就是培训的综合大考核，回去养足精神，期待你们的好成绩。过得真快啊，明天就是综合大考了。林宇，你说填大考的题目会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你就一点不好奇吗？不想着提前预测一下？毕竟这次培训考核挺重要的，如果能拿到好名次，对后续晋升十分有利。还真没想那么多，上学时考试我也没有押题的习惯。而且作为医生，步步为营才是常态，因为我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样的病人。还真佩服你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能保持一颗平常心。走吧，明天考核之后就要各回各家了。今天我请你吃一顿，就当是为我之前对你的冒犯赔罪了。今天是培训最后一天，进行综合大考。我在模拟病室布置了3个独立考站，每个考站门口贴着编号。接下来按抽签决定入场顺序。3号，林宇，你是几号？1号。开门红啊，去吧，祝你顺利。第1站，急性胸痛鉴别剪断，病人主诉胸骨后压榨性疼痛，放射至左肩，持续20分钟。开始。师傅，胸痛是突然开始的，还是慢慢加重的？突然开始的，像有块大石头压在胸口。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？有没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？血压高。平时吃药控制，糖尿病没有。下笔新稿，师傅，我现在给您含1片硝酸甘油，同时需要马上通知导管室做急诊介入。您对什么药物过敏吗？没有。通过。第2站，创伤生命支持。师傅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疼，好疼，胸口疼。您别慌，深呼吸，我来帮您看看。连边胸，
左胸壁淤青，痛感明显，急查 CT， 高度怀疑皮破裂。查顶顺序正确，心态合理，不受病人情绪影响，能按步骤逐一排查。通过。准备片刻，进入下一站。这位林宇学员，你们两个怎么看？诊断规范，给出的方案很细致谨慎，没有遗漏，非常不错。但我总觉认为的这样的考核有点过于简单了。王教授，你是说想要给他增加难度？王教授，您是说要给他增加难度？有这个想法。这样不好吧？对林宇来说是不是不太公平？经过这些天的各种小考以及日常评判，这批学员里林宇拿第1名是毫无疑问的，但常规考题测不出他的上限在哪里。我想在第3站考他点别的。我同意，前2站已经是满分，第3站加试不管过不过，都不影响他拿第1。我也想看看他到底能走到哪一步。好，去把模拟病人的演员叫过来，我们临时改一下病历剧本。第3站急诊腹痛辨别诊断，病人骨述持续性上腹痛2小时，恶心无呕吐。开始。什么时候开始疼的？疼之前吃了什么？大概2小时前，吃完午饭之后，就吃了食堂的盒饭。以前有过胃病吗？有没有喝酒？没有胃病，不喝酒。疼吗？右下腹无哑痛，左上腹、右上腹均无异常。有没有发烧、拉肚子？没有，就是肚子疼，隐隐约约的，说不上多疼，但一直不舒服。数值全部正常，查体正常，化验正常，主诉只是轻度上腹痛。怪了，所有地方都发现不出问题，那这场考核的考点究竟在哪儿呢？不对，这个细节，你平时吃完饭一般怎么待着？坐着还是躺着？坐着干活，今天吃完就不舒服，趴了一会儿也没用。趴着的时候肚子疼有没有好一点？好像好了一点点，但还是很疼。请你从床边站起来，做前屈和直立2个动作，各保持一下。2个姿势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？弯腰的时候舒服一点，立直了更疼。我知道了，关键的考点在这儿。王教授，我初步诊断为七小膜上动脉压迫综合症，建议上下卧道半难检查，取俯卧位观察上耳肠水平部。你的依据呢？饭后上尾痛，弯腰缓解，直立加重，体位相关性明确，查体全部正常，排除外科急腹症。功能性腹痛不会随体位变化。那为什么弯腰时会缓解上腹部疼痛，而直立时会加重？十二肠水平部在直立时被面膜膜上动脉和腹主动脉夹角卡住，弯腰时夹角打开，弓阻缓解。合理。第3站满分。林医生，不瞒你说，这是老王临时为你改动的一场考核。单独为我临时改动的？没错。你觉得这个第3站考核，我们最想考察的是你的哪方面能力？我刚才微微有所察觉，我个人认为这第3站最着重考察的不是诊断本身，而是细节观察。不错，不错。我们的用意就是想看看你在查体一切正常的时候，能不能发现不正常的细节。恭喜你林宇，完美通过3站考核，你的表现超出了我的预期，未来的上限会比我们预想的更高。本次培训综合考核前3名，第3名省人民医院李晓东，第2名省人民医院赵明，第1名本市人民医院林宇，3站满分。成绩宣布完了，证书也发到你们手上了。这些东西会在你们晋升的时候派上用场，但这不是这2周最重要的东西。记不记得2周前你们走进这间教上的时候，我问过你们一个问题：急诊科医生和专科医生最大的区别在哪？现在我自己回答这个问题：专科医生可以等，急诊科医生不能等。你们永远站在信息最不全、时间最紧、后果最重的那个节点上，你们必须凭1双手和1双眼睛先做决定。这张证书能帮你们晋升，但你们穿在身上的白大褂永远比这张纸重得多。也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忘记4个字：医者仁心。相比于这些医生，我无疑是幸运的，有一眼看透病因的能力，但我从没敢妄想过度依赖它。这次的培训再一次证明，平时稳扎稳打积累的知识和基本功，才真正属于自己。也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在医者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刘主任，忙呢？林宇，你回来了，成绩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全省第1，我果然没看错你。一个证书不算什么，但这次去集训学到的东西才是最可贵的。我听老王说了，你小子表现不错，到那儿集训还诊断出了一个重症病人。碰巧赶上了而已，主任，我去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开始接诊。等一下，林宇，来回舟车劳顿，今天先不排班，回去歇1天，明天正式上岗。
医生，我眼睛进了东西，磨得疼，睁不开。什么时候进的？早上骑电动车上班，路上风大，突然就觉得有东西飞进眼睛里了。我揉了半天，越揉越疼。来，下巴托在河托上，睑卓膜充血明显，但没有异物。向下看，异物还在里面，是个小黑点，嵌在穹孔部。应该是你揉眼睛的时候，把它从角膜推到了结膜污户，现在周围已经有点发炎了。发炎了，要做手术吗？不用，表面麻醉之后用棉签站出来就行，不疼。好了，异物取出来了，我再给你开一支抗生素眼药水，回去第3天，这2天别戴隐形眼镜，也别揉眼睛。真的不疼了，谢谢医生。林医生，分诊台那边有个病人等了有一会儿了，说自己头晕，血压有点高，内科那边排长队，实在分不出人手，您要不要先接一下？行，让他进来吧。医生，我这2天头晕，后脑勺发胀，浑身没劲儿，我以为感冒了，吃了2天感冒药没管用。以前有高血压吗？有，3、4年了，平时吃药控制，最近工作忙，老忘吃。血压明显升高，双侧不对称，眼底动脉反光用增强，不是普通的高血变动，需要排除继发性因素。除了头晕，还有没有别的不舒服？比如胸闷、心慌、视力模糊？没有。肾动脉狭窄，肾脏灌注不足，血压越升越高，已经形成了恶性黄斑。医生，我是不是血压太高了？要不要给我加点药？吴师傅，您这个血压不是单纯加降压药能解决的，我怀疑问题出在供应肾经的血管上，需要做一个肾动脉彩超确认。肾上的血管严重吗？现在还不能确定严重程度，但您血压长期控制不好，和这条加急排一个彩超，很快就能出来。先查清楚，再定方案。吴师傅，您左肾动脉确实有中度狭窄，肾脏已经开始缺血，这就是为什么换了3、4种降压药，效果都不好。那怎么办？这病难治吗？别紧张，中度狭窄可以先做介入，从大腿根部的血管送一根导管进去，在狭窄的地方放个支架撑开，创伤小，恢复快。抱歉，我接个电话，您稍等。主任怎么了？有急事儿？您不是在院里吗？怎么还打上电话了？林宇，你把手上的活先放一放，马上来办公室找我。主任，我什么事儿这么急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临时有事出去一趟。如果我太长时间没回来，你就去找刚才带你进来的那个小周护士，她会帮你安排接下来的事宜。主任，什么事儿这么急？省里启动应急响应，要求各市组织医疗队紧急支援。我们医院出5个人，急诊科出2个，我去，另一个名额给你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什么时候出发？20分钟后，住院部楼下集合，大巴统一走，带上急救背囊，个人物品精简。到了现场可能没水没电，做好打硬仗的准备。明白。林医生，又出什么事了？青川泥石流要支援，帮我跟老吴说一声，我已经提前打好招呼了。他的后续治疗，血管外科会接手。就等你了，林宇，快上车。待会儿路上我会给你讲这次支援的注意事项。林宇，你负责检伤分类，所有送进来的伤员先过你这一关。红色标间马上送帐篷左侧手术区，黄色标间送右侧留观区，绿色标间在外面长椅上处理。明白。抱歉，林宇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才在大巴上没看到你。我刚好在休假，得知消息后，第一时间自己赶过来了。这批伤员什么情况？大多是擦伤和骨折，清仓缝合就能处理。我来帮你。医生，医生，这人被冲下来的树砸中了。
腹部痛感强烈，连里胸，可能有内脏出血。没错，搭把手，立即送往手术帐篷。什么情况？男性，约45岁，被倒塌树木砸中右侧胸壁，右侧胸壁大面积淤青，吸气时局部凹陷，联邦胸体征明显，腹部铁通阳性，怀疑脾破裂，合并内脏出血。左侧腹部叩诊呈浊阴，移动性浊阴阳性，脾破裂出血可能性大，必须马上手术。我们在外面做了初步固定。做得对，小林，你留下当医助。清月，去外面盯着分诊，别让重症漏掉。止血钳，脾脏破裂，裂口在脾门处，准备切除。生命体征稳定。送观察室，手术顺利，脾脏切除，胸腔闭室引流也放了。分诊这边基本稳住了，轻症都处理完了，重症就这一台。等一下，你听到了吗？好像是有人在喊救命。从那边传来的。那边好像是学校，我们下午转运张元时路过的那片，校舍塌了一半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就在前面了。拐过这个弯就是校门，路太滑了，你走我后面。我能行，快走。小心！林宇，你怎么样？撞哪儿了？没事，就是撞了一下。这里疼吗？骨头有没有事儿？真没事，先找人要紧。有人吗？有人，我动不了，脚卡住了。小朋友别怕，我们是医生，这就救你出来。这块板子被断柱撑住了，暂时没有2次坍塌风险。你在这儿跟他说话，我去找撬棍来。快去快回。我抬起来一点，你把它往外拉。我数3下就拉你。你脚能动的时候用力往外爬，好不好？嗯。行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安全了。脚疼是吗？姐姐帮你看一下。奶奶还在里面。奶奶？你奶奶也在里面？楼塌的时候，奶奶把我推出来了，她自己没出来。告诉叔叔，奶奶大概在哪个位置？那边，奶奶应该在那边。瞳孔对光反射存在，脉搏弱而快，口唇苍白。火胎，可能内出血。背得动吗？你肩膀。没问题，走。姐姐，我奶奶会不会永远都醒不过来了？林叔叔和姐姐都是很厉害的医生，肯定会想尽办法让奶奶醒过来的。姐姐，我们拉钩好不好？求求你一定要让奶奶醒过来！求求你，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朵朵。好，朵朵，姐姐答应你。快，加急检查。快，切扫腹腔。肝挫裂伤，皮周有积液，积血约300毫升，目前没有大血管活动性出血迹象。
肝挫裂伤合并皮爆膜下血胀，暂时没破，但随时可能破。血压还在掉。快速补液，0克试液500毫升快速静滴，去甲肾上腺素泵入，起始剂量0.1微克每公斤每分钟。我去准备器材。联系后方医疗队，调明眼条颗粒和穿刺介入包，准备做肝动脉栓塞。撑住。出血点找到了，右肝叶第6段分支。再次造影。出血止住了，送重症监护区，持续监护，每15分钟记录1次血压、心率。凌晨1点，血压118/72，心率88，血氧98%，一切正常，再撑几个小时就天亮了。呼吸机正常，气道通畅，怎么回事？糟了，出什么事了？血氧直线掉，双肺室罗音，大量粉红色泡沫样痰从气管插管里往外冒。高度怀疑急性肺水肿，激发 ADX。给复杂性40毫克进推，加略弥森500毫克冲击。我去拿血气分气仪。氧合指数只有152。中途 S。肝裂挫伤后的炎症风暴已经启动了，大量炎症因子释放，损伤了肺毛细血管膜，这不是单靠呼吸机能解决的。主任，再试试，加大 PB， 技术冲击，能不能做腹卧位通气？小林，该做的我们都做了。主任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们手上的条件有限，没有 ECM， 没有持续肾脏替代。现在等一切调过来，或者亲自送到医院已经来不及了。别停，继续推肾上腺素。小林，可以了，有时候尽力就够了。昨天回来的路上，我和他拉过钩，说一定会让奶奶醒过来。现在我该怎么告诉他，奶奶再也醒不了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不管怎么解释，我们都难逃其咎。你们两个跟我来。你们两个啊，都是很聪明、很优秀的人。医院里像你们这个年纪就能独当一面的年轻医生不多，但你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缺点，知道是什么吗？太顺了，从医学生到住院医，考试高分，操作利落，抢救也干脆。但因为太顺，所以你们会下意识觉得，只要足够努力、足够拼命，就一定能做成某件事儿。这在我们这一行是个执念。我们做医生的会拼尽全力去挽回每一条生命，这是我们的职责，也是我们的信仰。但我们最终还是要承认，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。承认这一点不是认输，是对生命规律的敬畏。你们听没听过庄子中有一句话：“生者继也，死者归也。”意思是说，活着就像暂时寄住在世上，死去才是回归本来的地方。我们做医生的总觉得自己是跟死神拔河的那个人，手里攥着绳子不肯松。可有时候我们忘了，对面那条河，每个人终究都是要渡过去的。你一样，我也一样。作为医生，我要尽可能的带给患者希望，但承认无能为力也不是可耻的事。认清边界，反而能让下一次的拼尽全力更有方向。清月，正好你在这儿，那个叫朵朵的小女孩跟她的亲属联系过了吗？
主任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。我们在村里问过了，他父母早年在外地打工出了事故，家里就剩奶奶一个亲人，也就是说，朵朵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。那按流程，联系民政部门和儿童福利机构，把他送到福利院去安置。主任，我想收养他。你认真的，清月？我考虑过了，主任，我和他拉了钩，我答应过他不会让他一个人。还有我，算我一个，我和清月一起养他。你们两个啊，好，既然这样，回到市里之后，我会以医院的名义帮你们联系民政部门，把收养手续启动起来。朵朵这孩子命苦，但能遇上你们俩，也算是他的福气。画的是谁啊？这是奶奶，这是我。姐姐，奶奶去天上了，是不是就不回来了？那朵朵以后就是一个人了。不，以后姐姐和哥哥就是你的家人。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回家？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以后有姐姐，有哥哥，朵朵再也不是一个人了。准备出发！小林，过来一下。这一趟表现不错，从分诊到手术，再到突发状况处理，我都看在眼里。这个拿回去填好，下周一交医务科。这是初审报名表，以你现在的资历和能力，已经可以备考主治医师了。行了，回去休息吧，好好缓2天。能力更新了，我的眼睛比之前看到的更多了。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在等着我？